有些动画看着很穷，但是画到腿的时候画的那叫一个精致啊！说的就是你青春猪头少年不会梦到兔女郎学姐的第2季，青春猪头少年不会梦到圣诞服女郎。这个系列一直有着一个画面非常拉胯的优良传统，就是你看着明明感觉好像也还行，但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怪，偶尔还会出现很穷的画面崩坏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动画，他们画出来了一个顶级的腿部画面。在紫川孝太和麻衣学姐去温泉度假的时候，咱们就看同一集里孝太的上色就是正常的高光和阴影，但是麻衣学姐的腿部刻画，短短几秒的画面，他们给这个腿画上了超多层的明暗关系。凯基没学过画画，但我至少知道每个不一样的颜色都得多画一笔。你就看这一幕，正常的亮和暗2块，上面有一层高光，孝太的脸画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是这个腿上他们还在阴影上面画了一层反光，甚至同一块阴影里面上的颜色还略有差异。你看这3个地方取色出来的值是不同的，这2个地方属于是肉眼可见的不同，可能也是为了对上孝太这个表情故意刻画的这么细吧。你说你有这功夫画点什么不好啊？然而这制作组还不止一个路人女主的养成方法，霞之丘诗羽学姐的黑丝长腿，那个刻画我只能说一句，在这一块学姐真王朝了。第2季第0集的后半段，学姐和安一伦也独处的时候，我不懂动画，但是很多时候一个动画组如果画的是黑丝，也只是简单的亮和暗的处理，但这个他们画出了黑丝透肉，在动画里画出了这个渐变色，意志力差点的小伙伴可能直接打开浏览器了，而没打开浏览器的就会看到学姐脱下鞋子后，他们把黑丝脚后跟的渐变色也画了，这真的惊为天人，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。脚踝突出的位置、脚背、足弓用的都是不一样的颜色，你以为只有特写有这种特殊处理吗？不，在主角团一起唱歌手，在画面最边上的学姐依然画出了黑丝在膝盖处的渐变色，画的这么细，很难说制作组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爱好。当你在家里发现一只蟑螂，那说明是的。其实这样看的动画组还有比如冰果。众所周知，冰果是一个生产情头的动画，事实上是一个推理动画，但这些都不重要。当你看到这动画1季的时候，你会想问，这真的是冰果吗？我没开错动画吗？金阿尼画腿，甚至连肌肉带动皮肤都画了，他们还在皮肤的周围画了一层淡淡的粉色，代替了原本应该是阴影的位置。但就是这样的处理，让这个皮肤看起来更加粉嫩。据说当时监督要这样画的时候还遭到了抵制，真是神了。说到这儿，前段时间那个最著名的动画怎么能不说呢？不时亲生的以俄语遮羞的邻座艾丽同学啊，真难念。你知道我要说哪一段？没错，就是第1集，因为丝袜湿掉了，所以他们画出了水打湿丝袜的质感，和正常白丝之间最大的差异那就是变透明了。虽然静止看这个画面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这画的也一般呢。是的，但那是因为你看的是静止状态的画面。这部动画最牛的那就是经费充足，他们在画这一段的时候画出了极致的动态效果，无论是脱下丝袜的动作还是甩脚的动作，都是各种意义上的丝滑流畅。只可惜动画后面毁了这么好的制作。最后根据这个主题呢，给大伙推荐一个很好看的动画，名字叫丝袜世界。既然都叫这个名字了，那你也应该知道是个什么动画了。不过吧，这个动画其实是一个很健全的动画，单纯只是名字和表现上让人有一种想要打开浏览器的感觉。就这样，感觉很久没有做这么变态的视频了，你觉得咋样？在评论区说说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